你我相交多年，无论怎么说，我对你如何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已无异于仙都之外，阴虎符也已经交出。今夜过后就要远渡东瀛，此生都不再回来了。你就看在这些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吧。金宗主，你一意孤行，要策划乱葬岗那场大乱时，我就曾经说过，二哥不必再教了。二哥，这次乱葬岗的事是我鬼迷心窍，大错特错。可是我没有退路了。什么叫做没有退路了？你兄长，不要与他多话。是啊，泽无君，你忘了你刚才怎么跟江宗主说的吗？不要和他废话。二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收到了一封信。什么信？威胁信。信上说了，那些事7天之后就会将这些事公诸于天下，要么让我自裁谢罪，要么就等着我的死期。所以你就率先召集众家，再上乱葬岗围剿。7天后，就算对方真的把你这些陈年黑迹传得到处都是，也已经历过一次围剿，元气大伤了是吧？就算是因为这样，你也不能一不做二不休，痛下杀手。你这样做，我能怎么办？等这事情被捅出了，传得满城风雨，等我沦为玄门百家的百年笑柄后，跪下来向世人道歉，把脸送到他们脚下，求他们惨，求他们原谅吗？二哥，没有第3条路了。不是他们死，就是我。这还不都是因为你自己吗？你如果之前不做那么多坏事，你怎么会有把柄落在他们手上？我不否认我做了那些事，你无法否认。你若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为什么要去做？二哥，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相信我吗？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可以一件一件的告诉我。兄长，忘记我自有分寸，他不会耍花样。第一件，你的妹妹秦苏，你明知道你们2个是什么关系，你为什么要娶她？是我真的没有办法，二哥，我不能不娶她。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那是
是你自己的婚事。你不娶她，总好过毁了一个真心爱你、敬你、不轻贱于你的女子吧？二哥，难道我不是真心爱她的吗？是，那是我的婚事。可真的是我说一声不娶，就能不娶的吗？你天真也要有个底线。我费了千辛万苦，多少心血，才让秦苍叶答应了我的求亲。我妻将军，好不容易金光善和秦苍叶都满意了。如果我忽然悔婚，我该用什么理由？我该怎么去向这两个人交代解释？二哥，你知道，在我以为一切都圆满了的时候，秦夫人竟偷偷跑来告诉我真相，我当时是什么感觉？就算一道天雷劈下来劈中我，也不会更可怕。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找金光善，而要来偷偷求我吗？因为他是被强迫的。我那个好父亲，连追随自己多年下属的妻子都不放过，连自己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都不记得。这么多年，她都不敢告诉自己丈夫这件事。你说我如果突然悔婚，还金光善和秦苍叶决裂反目，到最后两边不讨好，下场最惨的那个人会是谁？那就算你是迫不得已，就算你娶了她，你也可以冷落她。你为什么还要和她？事到如今，我不知究竟该恨那个根本不像父亲的父亲，还是更恨这个多疑多虑的。金子轩呢？你不要试图狡辩，你告诉我，金公子的死是不是你一手策划好的？金子轩确实不是我偶然撞上的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说！阿瑶，快去，快去！阿瑶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
阿瑶，你说谎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我，快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阿瑶，都怪我，一时不察，竟让子勋带了人出去。去了哪里？还能去哪？去穷奇道赌魏无羡去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拦住他呢？我哪里知道，他只说要出去，我又管不了他。我去追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小熊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你说话！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”为什么？阿离，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对人总是笑脸相迎，却未必能得到一分好脸色，而你父亲不可一世，却人人对他趋之若鹜？你能告诉我，为什么同为一人之子，你父亲可以闲适的在家陪着自己最爱的妻子，逗着自己的孩子，而我却要被自己的亲生父亲理所当然的指派着做各种事？为什么明明连生辰都是同一天，金光山却可以在给一个儿子大办宴席庆生的同时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手下的人把另一个儿子从金陵台上拽了下来？他让人把我从金陵台上踹下来，从最高一层一直滚到了最下面一层。阿离，你现在告诉我，这些到底都是为了什么？不是不想做个好人，我对我这个父亲也是有过期待。曾经只要是他的命令，不管是害魏公子也好，或者薛洋也好，不管多蠢，多招人恨，我都会去做。阿离，你知道让我彻底失望的是什么吗？
不是我在他心里永远抵不上金子轩的一根头发，或是他接回了莫玄羽，不是他连我抱你都不让，也不是后来他想尽办法架空我，而是某次他又出去花天酒地的时候，对身旁酒女吐露的心里话。你知道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挥金如土的大家主，不肯费一点点的举手之劳，给我母亲赎身吗？哎呀，赎身不可能，女人最麻烦了，尤其是读过书的女人。如果给她赎了身，啊，那这辈子就纠缠不清了。吃个葡萄。好吃，好吃。老爷，你不是有个儿子吗？儿子，哎，不提他了，喝酒。二哥，你看，我这个儿子就值得4个字。不提了。纵使他是你父亲，可你现在说这些又有何用？是没有用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没办法，做尽了坏事，却还想要人垂怜。我就是这么一个人。金灵，走。魏无羡，你不是缴了他的武器吗？我的确缴了他的金钱，除非金光瑶的修为已经高到可以凭空化物。他藏在体内。真是好手段。阿玲，不必这么激动。阿玲毕竟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过段时间，诸位自然会看到一个完好无损的阿玲。金光瑶，你要人质，要我也一样。那可不一样。江宗主，你受了伤，行动不便，会拖我后腿的。金宗主，你好像忘了捎上一样你最重要的东西。你最忠心的下属还在我这边。宗主，不必理会我。多谢。金宗主，
你又说了一次谎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我现在根本分不清你到底说的哪句是真话。死追，魏前辈，韩光君，我实在拦不住他。拦住谁？大哥，王相，大哥，不对，是温宁。魏无羡，怎么回事？温宁怎么会拿着霸下？不知道。死追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在外面遇到他就这样了。我想拦他，可是拦不住。温宁怎么不听我的？难道斗灵附体？金灵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
宗主！宗主，你有药吗？帮帮忙吧！我们宗主他一直对你都是以礼相待，求你帮帮我们宗主吧！宗主。闭嘴！求你！公子，公子，我控制不住他。魏公子，魏无羡。
不是，苏生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不是，不是啊！救命啊！没有，是你自己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我没有，小心！哎，等！啊，青天哥，啊，我的腿还在吗？青天哥，没事的，怀桑，不用害怕，只是刺破了一处，腿没有断。刺破了，怎么能不害怕呀？哎呀，青天哥，救救我呀！我快死了！没那么严重。来，吃了这个，止痛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嘛？莫名其妙被那个苏敏善半路抓了。哎，青天，他都要逃跑了，还要刺我一剑。他不知道对付我，把我推倒就行了吗？干嘛跟我动刀动枪的？哎，等！你先休息一下。来，
金宗主，请你不要再做些无谓的举动了，否则我便会不留情面的取你性命。现在我只……怀桑，把方才那瓶药给我。啊，好。怀桑，啊，西之哥，小心背后！怎么回事？我刚刚看见三个不，看见金宗主把手伸到背后，不知道他是不是？怀桑，啊！西之哥，小心背后！你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刚看见三个不，看见金宗主把手伸到背后，不知道他是不是？安息之，安息之。金宗主，我说过，你若再有动作，我不会留情，你没听到吗？是。你是说，可我以后吗？你看他干什么？别看了！你能看出什么？连我这么多年来都没看出来呢。你怀桑，你可真是不错啊！啊！我居然是这样栽在你的手上！
一个一问三不知，难怪了，藏了这么多年，真是委屈你了。西城哥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刚才真的看见他手在背后。你说别动。蓝曦臣啊，蓝曦臣，我这一生撒谎无数，害人无数，如你所言，天下的坏事我什么没有做过。可我多从没想过要害你。当初云深不知处被烧时，你逃窜在外，救你于水火之中的人是谁？后来姑苏蓝氏重建云深不知处，鼎力相助的人又是谁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何曾打压过姑苏蓝氏？哪次不是百般制止？除了这次压制你的灵力，我何曾对不起你？何时向你要过恩？明山，只不过是因为当年我记住了他的名字，就能如此保我。而你，蓝曦臣，则无君，却照样和聂明觉一样容不下我。二哥，如今你连一条生路都不给我，
你这么问我，就连我也不敢确定了啊。我不知道啊。仙子，王军，魏前辈，魏前辈，仙子，魏前辈，行，魏前辈，不许大声喧哗。你们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没事吧？不是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魏前辈，你脖子怎么了？脖子都流血了，你没事吧？仙子，你先出去啊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什么事？前辈。君子正衣冠，阿阳，帽子不能戴歪了。景爷啊，魏无羡他人呢？他们出去了呀。出去？去哪儿了？我方才说把小苹果带来了，魏前辈就拉着韩光君和温前辈一起去看小苹果去了。对，小苹果，帮我照顾一下仙子。不要追了。舅舅，
他们已经走了。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不然呢？留下来吃晚饭，说完谢谢，再说对不起吗？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，所以他们才走的。舅舅，你这个人真讨厌！哼，这是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吗？找我打你！咱们回去吧，金陵。个人回个人那里去。舅舅，你刚刚是不是有话要跟魏无羡说啊？没有。才怪！我明明都看见了，你想跟魏无羡说话，后来又不说了。刚才是在庙里也是。没什么好说的。胡说，明明有。江城，师姐烧得很厉害，我去给师姐买点药。师姐就交给你照顾了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千万不要离开，好吗？站住！滚！老板，5个煎饼。站住！走！多保重，阿姐就交给你了。多保重。走。舅舅，魏婴，怎么？有件事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哎呀，这两个人每次都这么快。韩公君，魏前辈，思追，你追上来干什么？你不怕你们家蓝老先生骂你啊？魏前辈，我是有很重要的话要上来问的。什么？这几日我记起了一些事，但是不能确定，所以想来问一问韩光君和魏前辈。什么事啊？自称手艺精绝，做出来的东西，辣眼睛还辣肚子。把我种在萝卜地里，说这样浇点水，再晒晒太阳，就可以很快长高，还可以长出几个小朋友来陪我玩。
说要请韩光君吃饭，最后没付账就跑了。给钱的还是韩光君。可能是那时候我太小了，很多事情记得不完全，但是我能确定，我曾经兴奋。你姓温，你不是姓蓝吗？蓝丝垂，蓝月，蓝月，阿月。魏前辈，我是阿月吗？阿月，阿月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当年一个人留在了藏岗。蓝湛，是不是你？是，这就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你的事。魏前辈，我想你。我想你。傻孩子，哭什么？我才没有哭呢，我只是觉得好难过，但是又好开心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那就不要说。对啊，那就不要说喽。哎呀，这小孩怎么记得那么大？不愧是韩光君教出来的孩子。哼，也是你教出来的。啊？哦，我就说这孩子怎么那么英俊呢？魏前辈才没教过我呢。我教过，只是你太小了，忘了而已。好像是教过的，我想起来了。看吧，我教过。比如怎么把美人图，或者……还有当漂亮的姑娘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你这孩子怎么会净记得这种东西啊？我怎么可能教小孩这些东西呢？有的，温叔叔可以作证。你温叔叔他做什么证啊？你不要乱讲！我跟你说，你这小孩子，蓝湛，你怎么教的呀？小时候阿苑在我这里很乖的，你不要乱说话。你看见没那个坑没有？我跟你说，你长再大我也能把你给放进去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你笑什么笑？你个小孩，你。阿月，多大了你还玩这个？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小时候也这样抱过韩光君的腿啊？公子，我们要往那边走了。去哪里啊？公子，你之前不是问过我，事情了结之后，准备做什么吗？我和阿月商量过了，想回岐山看看，为族人修做衣冠冢。 。
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不想让我跟你们一起？你已经做的够多了。那你们接下来准备做什么？送阿苑回云深不知处，然后做什么可以慢慢想。接下来的就让我自己走吧。也好。南战，我们也走吧。去哪儿好呢？走了，小苹果，走。南战，你不走了吗？
蓝湛，你不愧是韩光君，你也不愧是魏婴。想不到如今云深不知处又多了1000条家规。聂兄啊，不管这蓝氏的家规加多少条，最重要的家训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，还请魏兄指教。那就是不可结交奸邪呀。哦。魏兄啊，魏兄，你可真是嚣张啊！不敢，魏某甘拜下风啊！仙都，聂宗主。有一个问题，魏某想向聂宗主请教一下。请讲。聂宗主费尽这么多心思，难道就不想当仙都吗？魏兄啊，我记得有人说过，这山川风物40美景，真是无论看多久，都不会觉得厌。我呢，是个识趣的人，该我做的我不会假手他人，可如果不该我做的，我也做不来。走了。你不问他了？问他什么？问他是谁放出了莫玄羽，又是谁抛出了刀灵，又是谁找到了丝丝和碧草，又是谁写了那封匿名信？但是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不是吗？我去那边，我走这边。你决定了要去哪里？不过天大地大，一酒一起走天涯，四海为家嘛。南震，我走了。
桂英。